很久之前啊，我们就在这个山洞里边发现了这个神秘的8号球，但是呢，一直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就把8号球钓上来，看看用它能钓到什么鱼。好，又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查缺补漏环节了。今天呢，就把图鉴上没有钓到的鱼给它查缺补漏一下。第一条呢，就是一条隐藏鱼，它呢生活在上次我们钓腐蚀鱼的附近啊。好，看到腐蚀鱼了之后，我们一直往左边走。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山体的下方是有空隙的，从这里的缝隙穿过去。这里呢，我们需要把鱼饵伸到地图之外呀，避免把鱼钩挂到旁边的山体上。好，可以看到上方就是海底监狱啊。这里呢还要小心一点这里的机关，如果被这些箭射中的话，鱼线就会断掉。一路往最里边走，这里可以看到石头上长了一株水草啊。从这里上来以后，这里就发现这条隐藏鱼了。我们钓着它原路返回，看起来好像是一条小型鱼啊。一路上也没什么意外，直接一口气给它拽上来。好，钓上来了，500拟，价值45万。好，上船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桶仓的正上方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发现了一条长得非常好看的鱼啊。看到它的第一眼呢，我以为它是怪盗基德呀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装束确实是很像。其实呢，这条鱼的名字叫浪子鱼，鱼如其名呢，它在海中呢是有很多的伴侣的，属于说是真正的海王呀。可以看到它对我们的鱼饵完全不感兴趣，所以要钓它的话，我们首先得回到公海。在公海啊，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新的鱼，没错，就是这条蔷薇鱼。这条蔷薇鱼的价值呢并不是很高，只有5000，但是它确实是浪子鱼的最爱啊。好，这边我们把这条蔷薇鱼给浪子鱼钓过去就行。结果路上诺克提斯突然冲出来了呀，你不会想把这条鱼救走吧？还好没被诺克提斯把鱼线弄断，咬了一次鱼线之后，诺克提斯就不见了。趁着他还没过来，我们赶紧跑啊！好，一路上也没出什么意外，我们总算是到这边了。好，浪子鱼出现了，直接过来就咬钩了。看样子呢，他是非常喜欢吃蔷薇鱼啊。好，毕竟是浪子鱼，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，就被我们很轻松的拽上来了。浪子鱼价值126万。好，上船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钓洞窟鲨鱼的地方，在它的正下方啊，这里多了一个洞窟。从这个洞窟进来之后啊，里边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在这里呢静静的悬浮着一条鱼。走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外边的这条鱼好像把里边这条红色的鱼给吃掉了，但是呢又没完全吃掉。实际上这条鱼呢就是8号球的拥有者，它的名字啊也叫底旗鱼。要到这条比较另类的底旗鱼的话，我们先得给它把8号球找过来。又要进入这个黑漆漆的洞窟了呀。好，看到8号球了，然后我们让它咬钩。其实之前啊，我是不知道这个8号球是能被钓上来的。出于好奇啊，我自己试了试，没想到它还真能被钓上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8号球给它钓上来，看看8号球的价值如何呀。好，拽上来了，8号球。价值8块，怎么说呢？非常合理吧。之后呢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8号球给那条底旗鱼钓过去，但是呢，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远啊。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8号球在这里，底旗鱼呢在洞窟鲨鱼的下方，两者之间整整横跨了一个地图啊。所以啊，路上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8号球会不会被其他鱼吃掉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它是会被其他鱼吃掉的。好，我们这边重新再来一次呀。这次的路上总算是没发生什么意外，但是因为实在是太远了，所以我们的灯泡的时间啊也所剩无几了。好，总算是来到了这个洞窟里边啊。好，找到了这条变异的底旗鱼，它直接上来就咬钩了。8号球也算是完成了它的使命啊。但是你别说呢，这条底旗鱼力气还蛮大的，拽着鱼钩就开始往地图外边冲啊。好家伙，这是要回家吗？没事，我们稍微用力拽一拽。好，我们直接把它从地图外边给它拽回来。看样子呢也是象征性的挣扎一下呀。现在我们就一口气把它拽上来。好，拽上来了，变异底旗鱼，价值888万，8888，不愧是8号球的持有者呀，连价格全都是8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这里是艾瑞克，下期我们继续狩猎巨型鱼。